今年 CES 有一条视频火了，你看到最带劲的东西是什么？我还没真的逛展，有个狗的项圈，它可以翻译狗说的话。我认识他 CEO。我想说的是，我也认识，而且我们是一起去的 CES。创业是最直接影响这个社会的方式。孙林佳 Trini AI 创始人，我是Arvin，我们做宠物情感智能，我要一句话就要讲清楚我是谁，我们做什么，然后让你非常容易记住，要有这个效果。就在本届 CES 开幕前几天，刚完成了超5000万人民币的融资。除传统 VC 外 ，NVIDIA、OpenAI、Anthropic 高管以及小美联创等技术大佬都纷纷压住了它。在硅谷，最好的社交方式就是给支票。对，这个就是硅谷的文化。硅谷有句话，硅谷从来不缺钱，然后他为什么要你的钱？但今天我们不聊数字，我们聊的是在硅谷这个最贵、最卷、最不相信眼泪的地方，一个6次创业的老兵是如何低开高走，一张一张把这些技术大脑的支票拿到手软的。我们很多时候能不能成事，是我们能不能挤进对方的社交名单的那个优先级上。所以你做一个新的品类的开创者的时候，你一定也是会被挑战。我们往回看5年的话，但是大众也不能理解 OpenAI 当时在干什么。本期内容应被称为融资101，那些还奔赴在融资路上的创始人们，这期千万不要跳过，因为如果跳过了，你真的会损失1个亿哦。那你觉得你来硅谷这么多年，有什么东西是变了的？有什么东西是没变的？好问题啊。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吧。那我们就先从新一轮融资说起吧，把这个事儿先讲清楚。这一轮融资 Trini AI 的投资人构成，我看了一下，还是很特别的。除了传统的 VC 入场之外，还有很多就是顶级科技公司的高管。所以能不能Arvin帮我们还原一下，就是从启动这件事情到最后 close 这个完整的一个过程？这一轮融资相比于我们之前的那一轮，其实我觉得要容易很多。我们之前那一轮可能花了大半年的时间。这一轮的话，可能两三个月的时间。对。当然，我觉得有2个原因吧。一个就是之前已经融到过一些钱，有很多的储备了，对吧？就是投资人的储备。另外一个就是产品上更看得见、摸得着。我觉得这个对投资人的这个说服力还是要更强一些。虽然大家都说投早期，但是真正是一个 idea 的时候，其实投资人至少机构投资人很多时候还是会有 concern 的。所以这种时候他们还是更愿意说看到一定程度上的产品形态更容易说服他。那另外一个呢，基于我们这个模型发的这个产品之后呢，确实也比较出圈然后无论在自媒体上、媒体上，然后还是在用户圈子里边，它还是挺火爆的。所以这些呢都是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正向的这个帮助嘛。对。那我们自己对投资人的选择上，其实也有自己的一些 taste， 对吧？对。我一直认为就是在早期的时候，可能更多元一点的投资人，我觉得对这个业务的发展会更快。因为咱们处在硅谷，我其实觉得就是说要拿到一手的信息其实会更关键。虽然我们创业已经在一线了，但是实际上你要从大厂就是包含这些更先进的这些创业公司、科技公司里边拿到更多的一手的信息，我觉得这个特别的重要。像我们有谷歌、Meta 英伟达然后 Anthropic、OpenAI Palo Alto Networks， 对吧？然后包含小米，对，确实集齐了当下非常主流的这些科技公司的高管的投资，除了这个机构投资之外，那这些给我们带来特别大的好处，我觉得就是我确实可以私下里跟他们在交流的时候，可以非常快速的，而且真实的获得当下这个 AI 环境当中技术发展的趋势，甚至可能马上，对吧？接下来甚至1个星期，可能他们要发布什么东西的一些东西。那这个对我们的自己的技术路径和发展方向上会带来巨大的帮助，对吧？你不会走偏嘛，至少就跟这个大趋势不会走偏。那另外一个，在我们自己的业务上，如果我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去跟他们交流很多时候我们也可以快速得到一些帮助嘛，一些指导。这个对我们来说都是特别特别的重要的。那最后一点，其实可能大家会觉得说，个人投资人拿那么多钱，然后是说，其实很多的个人投资人也可以投很多钱。当然，对吧？因为我印象特别深的，就像 Anthropic 的 A 轮都是3个个人投资人投的，对，投了好几亿美金，所以。这个是我们对投资人的一些选择或者一些需要。具体的怎么样去说服投资人这件事情上，22年的5月份之后，我其实就大概不太说服投资人，我不太尝试。2022年开始，对，那不就是你建立 Trini AI 的开始吗？对，其实因为我们是在Trini 在最开始融资的时候，我们是拿 PPT 融了大概30万美金，但是那之前有一段时间我其实是尝试去跟投资人就是去说服他们，因为你想拿到钱嘛。对，对，就是那个心态，我觉得跟很多创业者都一样。大概中间有2个月的时间，我印象中，然后到5月份，就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不太
再去那个尝试说服投资人。我后来就开始就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啊，然后我们的擅长是什么，这个市场的机会在哪儿，我们用什么技术手段解决为什么，对吧？就等等。其实投资人经常希望听到的就 why you why now 嘛，对吧？就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是你，就等等这些。那其实就把这2件事情讲清楚。那我很幸运的就是我们获得了一部分投资人的信赖。这里边有个 learning， 其实我后来发现说，有很多我认识的投资人，认识可能好几年了。他都不投你，然后有一些投资人真的可能是30分钟，对吧？然后他就投你了所以某种程度上并不是说你认识的久就一定好，也不是说你认识的短就不好。所以你随时 ready， 然后以及怎么样去表现你对行业的认识、你的专业技能、你的技术技能等等这些，我觉得就是那个 elevator pitch， 对吧？就你其实随时要处在那个状态里边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你觉得作为一个硅谷创始人，是否应该一直保持在一个随时随地 elevator pitch 这样一个状态当中？你觉得这很重要吗？我觉得应该你要具备这种技能，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你要融到你的这个血液里边，它会成为你的技能。我觉得其实就像演讲一样，就是演讲它不是说话，对吧？然后你在讲那个东西的时候，你一定是 organized 的，就是你一定是整理过的，什么应该说，什么不应该说，什么要 highlights， 对吧？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重要。你讲东西要有逻辑，你不管跟谁讲。无论是你是不是要找他的投资，你把你这个事情讲的 fancy， 然后讲出了逻辑，讲出你的优势，不只是融资嘛，就是你要时时都要去练的，这个是创业的最基本的技能，对吧？你要把你那个故事讲好真的是这样。然后另外一个，你第二个问题，我觉得要分阶段。你在早期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可能轮次感相对来说比较弱，可能不一定一下子拿到。比方说，我想融500万美金，但我可能不能一下子拿到500万美金，那我可能2次、3次累积能拿500万美金。但你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这个周期就会拖得相对来说要长一些。那我在任何时候有潜在可能性的人，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天使投资人的话，我可能都会去要跟他 pitch， 对不对？那在这种环境当中，你其实就你前面说的那个，就是必须得时刻 ready。去 pitch， 但是另外一个，当公司到一定的规模了之后，你后边它就是有轮次，因为融资是有 milestone 的，就是你融了一笔钱，你一定是要完成很多的这个里程碑式的一些进展的，对，那个是要计划好的。那你计划好了，到达那个程度，然后你再去找其他的专业机构，还是相对来说它就是一个规律性，对吧？就比较容易，你不用时时的 ready。就是讲故事这个事情，无论他是不是投资人，你要把自己训练的像 elevator pitch 那样。非常有说服力，对吧？我给你讲一句就让你印象深刻。这因为我们在很多的场景当中，比方说我们去一个 party， 对吧？一个 events 上，这里边有很多可能很资深的人啊，或者什么的，我们不一定要他的钱，但是我在比方说我在跟你介绍的时候，我是Arvin，我们做宠物情感智能，来就这样的，我要一句话就要讲清楚我是谁，我们做什么，然后让你非常容易记住，就要有这个效果然后才行。刚才你讲了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 founder 跟 investor 之间要有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其实 founder 也是在选 investor， 尤其在早期的时候，它的构成包括 investor 品号非常重要。是否真的就是像大家所讲，就是 founder 我要的不只是 investor 的钱，你还要给我提供一些，比如说高密度的一些信息，或者是最新手的一些前沿的消息，包括未来可能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包括我需要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资源，我希望 investor 都能提供给我。你会选资源更丰富的这 investor 吗？毫无疑问，如果你要非要2选1的话，你肯定愿意选择这样的投资人嘛。但从另外一个视角上要看，如果一个创始人你要所有的都要依靠投资人给你的支持你才能成功，那我大概觉得这个创始人可能也不行，对，这么说可能有点直白，对吧？但是他事实上可能就是他可能也不行。硅谷有句话，对吧？就是硅谷从来不缺钱，然后他为什么要你的钱？对吧？就是他有这么句名言，那这个名言的背后，它其实是一个双向奔赴，对吧？就是刚才就投资人和创始人，他其实是要双向奔赴，因为投资人会去筛选那些有经验、有专业技能、对行业有深刻认知有了解的这样的创始人。投资人他给的是一个助力，对吧？就是他这样说，我们要发射火箭，它又是个助燃剂，你这个火箭本身能不能跑得动，这还是创始人要去设计，以及怎么样飞，对吧？这个过程，但于对创始人而言，我觉得怎么样去更好的跟投资人交流，以及获取他们给的这个帮助我觉得这个反而其实会更难。而很多时候就是你要知道自己要啥，很多的时候就比如我们去找一个投资人的时候，那我们有很多投资人也就会问，比如像刚才讲，我刚才跟你提到我们有共同的朋友 OpenAI 的这个科技大佬，对吧？比方说，那我如果投资你了，我要啥？那我非常开诚布公的讲，我就要在模型这个方向上的专业的这种帮助。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可以非常快而且非常真实的获取你的帮助，那这就是我想要的。很多的时候其实就是你能不能想清楚自己要什么这个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当然其实投资人给钱，无论是个人天使投资人还是机构投资人，他给你钱已经是给了
非常非常大的帮助了。对这是一种极大认可。对，我发现其实很多的时候，在最开始他投你的时候，特别是一个陌生人的一个投资人，那他可能一开始他们有很多衡量指标，然后投你了之后，其实你对他的了解并没有那么深刻，对他们机构的组织架构以及他们背后的 LP， 然后他们的专业能力等等这些，你可能没有那么了解，对吧？但是其实随着你对他们的了解了之后，你就非常清楚的知道他们在哪个地方擅长，然后他们的资源结构是什么样，然后你应该非常清楚说，我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应该找哪个机构或者找哪个个人天使投资人，然后能够去帮我们。这些事情是你在 training AI 建立的之初就想到了，或者就构画好了吗？这个规划肯定是有的，但是我也实事求是说，你有这个规划，然后你未必能拿到他们的钱，对吧？这个其实很关键，就是这个方向是有，那我肯定希望获得这些科技公司的高管的投资，这个无论是从品牌效应上，还是刚才讲的资源帮助上，都是特别大的帮助嘛，对于我们。但是实际上那个过程中就是你能不能拿到就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最开始的时候确实有这样的，就是有这种设计。对 ，OK。那比如在你 pitch 不同的，比如专业的一个 VC、传统的 VC 的时候，和这些科技大佬们在 pitch 他们两种不同的投资人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策略？会，因为我觉得像个人投资人的话，他对你这个人的或者你们这个团队的了解认知，他可能就是要更深一些，或者他更看重一些专业背景啊什么的，这些他们也会去看，但相对而言，他对人的这个本身的特质的要求要高很多，他要有安全感嘛。其实你想你也做投资嘛，那你想一个人来找你这个融资的时候，你肯定要给他钱的是你有安全感，那个安全感会来自于比方说这个人信誉有没有，就所谓的靠不靠谱，然后他有没有专业技能，他能不能成事儿，他有没有组织能力，就是团结其他人的能力，因为一个人肯定搞不定所有的事儿，他没有专业能力，对吧？就是有没有市场开拓能力，就等等这些都会去参考。这些很多时候会根据他过往的工作经验、学历，然后学什么专业然后等等，可以一定程度上去判断。但是人靠不靠谱这件事情，很多的时候我觉得很难通过那些指标去衡量。其实我发现我们的很多的这个非常资深的天使投资人，他们在看的时候，他在跟我聊的过程中，其实会问很多的细节，就是不经意的，对。不经意的可能就问了很多的细节，对吧？比方说可以问你，这个产品就是你们这个方向上，你们的用户画像，或者比方说怎样，然后最典型的一个用户是什么样，然后你跟哪个客户聊的时候，他们的需求是什么，就是他会非常深的，你了不了解，然后你是不是真的跟他去聊了，那个就是他会去给你判断，你总不能说我聊了完了，不是这样的呀，对吧？你肯定会告诉他说，这个客户是什么样的一个客户来找我们，他在哪个方向上会用到你的这个产品，为什么要用，要解决他什么样的问题，那我们现在怎么样去满足他的需求，是怎么样设计这个方案的，对吧？就等等这些其实都很大程度上都能看得出来你的沟通能力你对客户的管理能力，然后你产品的交付能力，对吧？你 marketing 的能力，然后你自己内部团队产品，因为产品它肯定不是 ready 的，对吧？它不是时刻 ready 的就等等这些，那它就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说，你是不是靠谱的一部分，对吧？就这个就是你靠谱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多个人投资人对这个你个人的能力或者专业性以及信誉这个方面，其实看重的要更多他们的耐心更强嘛。那机构投资人，我觉得很大程度上，他也非常看重人，但是他们有很多的指标，去更专业的去衡量你。那个指标可能更多的是要从整个组织的形式上去看，比方说你的市场空间大小，你的技术的先进性，然后你团队的互补性，然后能够团结所有的人，然后以及你对产品未来的规划等等这些。那这些很大程度上你要在数字上，然后或者产品形态上要给它去呈现，因为这个时候因为专业机构投资，因为它有 IC 嘛，就它有投资委员会，那很多时候它可能不是一个人决定，对，然后它可能是几个合伙人要投票。那这个时候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些？其实因为可能来立的这个项目投资的这个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合伙人，但其他的合伙人可能对这个项目的了解并没有那么深刻，所以这些材料的部分是为了说服他们或者让他们来，对吧？知道说，这个项目也是靠谱，怎么样来聊的。但这里边也有我个人感受，就是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就是特别大的那些机构 miss 一些很好的项目，对，这个会导致一个错位，这个错位是说决策者不在一线，对你比如像 Principal 在一线，他在跟你聊，对吧？他跟创始人聊，但实际上他要写这个报告，这个报告写的时候呢，我就刚才讲那些维度上他要去写完了之后，可能名校大厂，对吧？然后连续创业者，然后巴拉巴拉一大堆那些，他很多的项目，很多早期的项目里面，特别第一次创业的很多人，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光环。那你这种时候去的时候，我就说就跟一棵小树一样，如果我私下里跟你聊还挺枝繁叶茂的，我知道你的脾气秉性，然后你可能那些很多细节的地方，然后现在我要去写这个报告的时候，就说我拿着其实是相当于我拿着刀开始砍这个不能写上去，因为我总不能说你的爱好擅长什么东西我要写上，对吧？你不是就是这些东西都不能写到报告，然后修之后你会发现，本来一棵枝繁叶茂的小树，最后就成了一段
干巴巴的这么一段小树干，这个时候可能去过这个 SA 的时候可能就很难过去，对吧？那除非这个团队说，就是这个 SA 非常专业，然后能够看到这段小树干未来可能长成参天大树，对吧？这个对他们的考验就会，但多数情况下可能就会被 pass 了。那这种时候对于创始人而言就很难。像说像个人天使投资人，为什么他就敢投？因为他跟你聊的过程中，他就是决策者，对吧？然后他对你的个人的了解，这种细节的了解啊，然后会给他很大的信心，他可能就给你写支票了，对，所以也会有很多的错位。所以我觉得，找机构投资人的时候，很多时候要找到那个 sponsor 我们的人，能直接说话。对，说了算了。其实它是一层一层的。对，通常我们可能不会直接接触到那个 partner，对吧？然后它底下可能是有那个 principal， 所以我首先要找到说，这个机构当中哪一个 principal 是看我们这个方向，比如说，那你看这个方向了之后，你要说服他啊，尽可能的展示所有的这个给他信息，然后让他相信你的愿景能达成，让他来 sponsor 你去说服他的合伙人来看这个项目，然后他再说服他的合伙人，能够说 sponsor 这个项目去 IC，然后他的合伙人来 sponsor 我们俩上 IC，对吧？那上了 IC，可能你知道，就是有一些机构可能还有合伙人有不要投，对吧？他可能有个名额或者啥的，对。你如果某个项目说能够让合伙人说在那种情况动用他那个名额，这个项目我必须投，那金牌亮出来了，对，那确实就很厉害了，对吧？那你确实就要一层一层的去说服，我们要找到在每一个环节要找到这个 sponsor 啊。但很多时候就是特别是一个新的机构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时候确实摸不太清楚，就他们里边的结构是什么样，对。这也为什么就是要不断的可能一个是通过别人的介绍，他们可能知道，对吧？另外一个就是要不断的跟他们接触，然后要跟他们去问，去深度的了解了之后再做。对，我了解了有一些VC 还是看起来灵活，但实际上挺笨重的，因为他的 partner Magic Partner 他就有一票否决权，比如他就错过了 Cloud，非常可怕。然后当他知道 Cloud 一定要上市的时候，他就跟下面的 Principal 跟 MD 发脾气，说为什么这个项目我们错过了，你们在干嘛？然后 MD 拿出了5个报告，说给你打过5次报告，你每次都写的是平平无奇。就是很多时候它很复杂，就是这种组织感有时候它也是一个掣肘的一个方向。创始人肯定都觉得自己的项目很好，那是因为你做出来的时候被社会认可的时候，就是被整个行业认可的时候，他确认。但你在开始的时候，产品没有验证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的风险。我觉得投资人不投与不投，其实都是正常的。这个对于创始人而言，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个非常正常的心态，一个平和的心态，对吧？投与不投，反正对于我个人而言，就投与不投，我都非常的敬畏，我也非常的尊重。但是我更敬畏或者是尊重那些你告诉我为什么不投的，而不是不了了之的。有很多是不了了之的，对吧？问问走了是吧？对，问问走了，对，就是这种。但是如果特别尊重你的，跟你深度聊了之后，确实就有任何的 concern， 可能说觉得你的 traction 不够 strong，然后你的产品能力可能还不到什么 anyway， 有任何一个你告诉我，然后 OK。这其实上也是一种在帮你把产品做的优化这样一个过程。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对创始人而言，就是也要能够接受这个。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有一种情况可能会造成像你说的那个傲慢。这个傲慢可能就是很多维度造成的傲慢。他不只是他是大佬是傲慢，他可能就地位是一个，对吧？然后可能那个机构的本身的体量，然后以及过往的投过很多成功的案例、经验等等，反正 anyway， 就很多的东西凑合到一块儿，然后可能就造成了一个，我不知道这个词儿是不是准确，但是可能就是那种傲慢。这种傲慢就觉得哇，这种项目对，就在看的时候确实平平无奇，然后就他就过去了。你觉得这跟年龄相关吗？年轻的投资人会不会更能 AI native 一些，更能理解你？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跟年龄会有关系的。年龄其实很多时候背后印证着就他的那个知识体系，或者他那个经验体系。那种经验体系就是人都有一个成功的惯性，然后都有自己的一个专业的领域，就是你认知的专业的领域。然后这种时候比方说假设我是看high tech， 对吧？那我肯定对什么芯片制造啊、高端装备啊这些东西我就了解的特别深，对吧？那你现在让我来看一个应用或者是一个foundation model， 我肯定看不懂啊，对吧？那这种时候他就有错位感，那这种错位感，对吧？就刚才就那种傲慢是因为我要用这种，那我可能看着这没啥技术含量啊，我可能会有这种感受，对吧？但是如果我是一个应用或者是一个 foundation model， 我是一个学可能神经网络什么的这种出来的，那我对整个的可能 AI 的这个历史它的发展过程了解的特别的深刻，那我就知道说，哎，那这种可能在未来是什么样的，对吧？然后年轻人我觉得最大的就是他对当下的怎么讲，这个社区这种群体性年轻一代的需求更深刻，他 touchable， 因为他在这儿，对吧？他可能相同的年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对新的一些技术的接受程度以及了解学习的程度可能要更快，这个是毫无疑问啊。另外一面就是创始人嘛，那创始人在筛选投资人的时候就应该要考虑到这些
那我知道很多的机构其实也知道这个问题，他们可能在找很多新的这些团队成员进来的时候，也都是找这些年轻的什么的，这种技术的，对。但我觉得风控管理上这个难免会出现这种错位感。这种关系就是投资人跟 founder 这种关系互惠互利嘛。然后我记得就是你的早期投资人也是我们的共同朋友金培，他曾经讲过说，哎，我吹你这一笔一定能够赚个50倍的回报，对你特别有信心。所以你是觉得这个目标对你来说就是可实现吗？以及你可能打算用什么样的路径去回报你的投资人？可实现这个事情，我觉得很多时候还要从未来的视角来看。我觉得如果人对，然后方向对，大概率回报它不会特别的差，对吧？但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我并不会因为当然我们投资人可能这是他的期待，任何一个投资人他肯定都期待你的项目做得特别的成功，对吧？这是美好的一个期许或者是一个愿望。但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我并不会因为这个说我就要过度的承诺，然后过度的有压力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归到就是商业本质上来，然后我们对用户行为、对用户的需求、痛点的理解，然后我们自己的擅长。是不是？我觉得很大程度上，他在讲这个话的时候，是因为在过去的这4年当中，他是对，就是 PPT 的时候他就有投，所以在过去这3年多的时间里边，他确实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然后这个进阶的过程是一个什么样的，对吧？这个可能我觉得很大程度上，给他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安全感，那这个安全感是说，就是项目整个的进展越来越 solid，那未来可能就是更多，因为现在确实是，随着我们模型的成熟度越来越好了之后。除了在 C 端的用户涨之外，那我们在行业里边有很多的这种科技公司然后来找我们，比如像雀巢，像奥迪，对吧？有很多这些。其实呢，可以说，那这些其实都证明着你的产品在未来会有很大的空间。就除了刚才讲，就是说供应链来给你支持，你的品质有保障之外，其实现在比如像 Aura、像 Aura Ring， 然后包含像 Whoops 这些穿戴设备，对吧？人的穿戴设备最近都发展的特别的好，然后他们也都获得了很好的投资，然后估值都超过100亿美金了。那其实就是你有参考的，相对来说就容易看得清楚了。那他对你的期待，或者说对这种项目未来的前景的期待。肯定也是越来越高我觉得这个都是人之常情我也能理解。那对于我自己而言，我肯定还是希望找到合适的人，然后专注在这个方向上，帮用户深度的去解决他们跟宠物之间的情感呀、情感的互通啊、行为的理解啊、健康的管理啊等等这个方面，我们给他提供这个解决方案。其实把这个做好了之后，剩下的我觉得可能不太难。那么就是说，他们就是投资人来 pitch 你来 pitch 投资人的时候，他们投资人会说2万你必须得给我一个承诺，或者说你认为你至少能给我带来多少回报？他们会这么问吗？也会这样说？他可能会期待，对吧？期待说投你，对，我们有投资人说，我期待我能够得到300倍的回报，对吧？那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早期的投资人他肯定，因为他投的早，估值也低，然后他肯定是希望能够有更高的回报，因为他承担了更大的风险嘛，对吧？那这个我觉得是正常，但是没有人会明确的说你必须得多少。那没有人能保证啊，谁能保证说我一定能，对吧？你就在2级买股票，你也很难保证说我多少倍。对，其实反而 founder 给投资人做了这个承诺，反而是假的，因为谁也无法保证未来能发生什么。我们能做的就是一直往这路上去探，对吧？对，去努力照着目标去做。对。那你刚才讲了说你也在寻找同路人来一起把这个场景来实现，把这个产品来实现，指的是 partner 吗？还是就 co-founder， 还是这个一起做的技术合伙人什么一类的？它其实不一定是一个具体的岗位，我觉得就是因为创始人一般早期创始人和 CEO 是同一个人，对吧？就是 CEO 的职责不就3个吗？找人、找钱、定战略。那你找人当中其实就是要怎么样壮大你的这个组织，你这个团队。这个团队当中，当然早期的这个成员founding member 进来的时候就会特别重要一些。然后你每一个坑你都得非常认真仔细的筛选，对吧？哪怕他不是合伙人，因为这个会决定了未来公司的文化的调调，认可，对，然后你的组织结构性的这个调调，那你招来靠谱的人，未来很多事情都靠谱，他招来的人也靠谱，然后他也认真负责，然后你招了一个人偷奸耍滑的，那他会影响别人，对吧？就是你每一个都要去筛选所以我就说他不一定是一个合伙人，或者当然有些岗位上对于我们而言的话，那有些岗位上我们肯定是希望能够找到合伙人级别的比方说硬件可能增长等等这些方面，我们希望能够找到合伙人。但是这个呢，就是我觉得看缘分很多的时候他不是就是非要找到了你才能动，你也可以先动着，然后可能在下一个路口的时候遇到他再往前走一程。
对，上次咱俩在聊天的时候，你说了一句话，然后我一直记得，你说在硅谷啊，最好的社交方式就是给支票。然后我觉得这话其实如果挡住你脸啊，我觉得是应该出自一个非常现实且冷血的人，而且是那种感觉是利益至上的人。但是因为我了解你嘛，所以我知道Arvin 是一个非常重义气，然后有责任感，特别棒的一个好朋友。那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这句话背后你经历过什么？就是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还是说这就是现实？对，我觉得首先这个就是硅谷的文化。硅谷呢，它其实很讲效率。创业圈子、投资圈子，早期的时候，那我去见一个人，比方我要找一个时候，那我肯定是希望拿到他的钱。那这种情况下，他给你支票，肯定就是最好的社交方式，或者说交朋友的方式，对吧？那另外一个呢，除了融资之外，其实你仔细看，你会发现，那比方找你合作，是不是要付钱？那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国内反正有很多文化不好的地方在于他可能也喜欢白嫖，是吧？对。那在硅谷有很多的什么 advisor， 我们是要给股份的，甚至要给现金的，对吧？那有很多就是各种的 broker 什么，你都是要给钱的，所以那些都是支票。这个支票并不是说投资的那张支票，就你所有的。我只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在一个商业环境当中，无论是专业能力、专业服务还是产品等等那些东西，它都是有价的。然后因为那个背后很多人付出了很多，他也有时间，都沉浸在里边，所以当去用这种方式跟大家去交互的时候，我觉得是最 fair 最高效的，没有必要非得我跟你讲义气，然后我跟你讲感情，我跟你讲关系，完了之后完了之后最后就是钱也不付，浪费很多时间，对吧？那在硅谷的这个文化当中，我觉得这样但这种可能很多人不适应。觉得那过去这些2年里边，其实我也接触了很多来的国内的企业家呀、创业的朋友。我觉得大家最开始来的时候，对硅谷的文化的了解呀，就还是要偏弱一些。然后呢，这个过程中，他们其实你会觉得有很多还是用国内的那种视角在跟我们沟通，对吧？然后去尝试。所以之前我记得我们之前在 CS 聊的时候有个问题，就是说国内有很多的创业者的决策是怎么做的呢？因为他不愿意付钱，然后呢，他不能得到非常专业的那种系统性的。知识建议或者知识，然后呢，就是这个问一问，找个朋友问一下，那个问一下，然后就是这种不知道棘手的信息，然后回来就做决策了那这种情况其实还是挺危险的，对吧？但是从效率讲，我觉得给支票肯定是最好的交朋友的方式。反正从融资的这个角度上，我个人的体感还是挺强的，因为很多这些比方像这些科技公司的高管、这些大佬，他们很资深，然后他们也很忙，凭什么他要花时间来指导你，然后亦或者给你帮助什么的，你总得有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对吧？那这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其实如果他能投资你，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有深度的机会，你可以名正言顺的去找他，相当于就是跟你结婚了嘛，至少10年嘛，对吧？对，然后去找他，然后跟他探讨，约他的时间，因为你在他的社交名单的优先级上。其实我一直觉得，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能不能成事，是我们能不能挤进对方的社交名单的那个优先级上，你能不能在那个上面？很多时候就是说，会不会因为你这件事情，他要排出来的时间，或者推到其他的事情，然后来接待你，对吧？然后来给你，我觉得那个就特别特别的重要，否则你都没有机会展示自己对吧？就这个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就说，支票其实只是一个门槛，就是敲门砖你敲动它，然后可以让更深的去处这个关系。特别好，我觉得聊完了融资，我们可以再往回走一走因为我知道这是你第6次创业了，对，在国内也就开始做零食的连锁，然后美容行业，对吧？还有后来又做了华人的外卖平台，到现在你开始做宠物的情感 AI， 这6次创业几乎没有一次是彻底的失败。这个我觉得就想让大家了解一下，是什么能够支撑你，让你每次都能活下来。还是有失败的，这个对，我觉得成功的大小不是最重要的。虽然我们创业者肯定都希望有非常高的回报，对吧？那个不是最重要的。我自己最主要的，我就希望它能够形成一个更大的商业的闭环然后因为我个人认为创业是最直接影响这个社会的方式，我觉得可能都不是直接，对，它可能就唯一一个方式，就特别直接的一个方式。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个大的组织里边的时候，我们可能固然有很多的想法，也有很多的能力，但是要有机遇，对吧？或者说你要有一定的机会的时候，才能系统性的在更高维度上去展示自己，那个周期可能会更长。那创业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你有专业技能，然后你又知道痛点，然后这个你的专业技能可以非常完美的去解决这个痛点，然后又可以形成一个很大的商业组织，有一帮人跟你一块儿，对吧？然后你这个产品出来之后，对社会有很大，对用户有很大的帮助的同时，有很大的 impact， 然后在未来可能在商业上其他很多的地方，因为创业很多的时候都是跟钱关系在一块儿的，对吧？那未来有很多地方都可以解，我觉得这个影响会特别特别的大。这个事情其实来美国创业了之后，
让我感受特别深。嗯就是原来在国内创业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是同宗同源，单一市场，对吧？就你也没有特别大的文化冲突啊，市场冲突。到美国来，特别是在硅谷创业了之后，你会发现硅谷是一个大熔炉，然后所有的不同国家的人啊，特别是非常智商又高、学历又高、学校好又有钱，对吧？就反正很多的 buff 叠满的这种人，然后他挤在这么小的地方，然后你在这个里边要跟他们去竞争，那你会发现说，其实很多人还是依然会特别在意自己的族裔国家。然后我也更愿意跟帮助或者是跟这些自己的族裔去相处。我们凭什么在美国这个社会里边，我们是移民啊，凭什么在这个社会里边会有更大的能力或机会去影响的时候，那其实感受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原来做外卖平台的时候是虽然做亚洲餐，但我们其实很多的用户，大部分的用户都还是亚洲人或者是华人华人其实占的比重可能70%-80%，对吧？他会更高。换句简单的话说，你在美国还是在跟华人这个圈子里边在竞争或者是在做的时候，那你就会觉得。是不是我们的格局小了一点？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做更宽泛的市场，更广泛的市场，对吧？然后所谓的主流市场，那我们就把所有的族裔都给它覆盖的这种市场，这个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我做 training 的一个很核心的原因，因为宠物在美国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行业，对吧？一个桥梁。那我触达这个族裔的时候，我并不需要定向嘛。那未来如果假设 training 能够特别大成功的话，那就有话语权。我们在这个主流市场有话语权，那个时候为自己的族裔发声，你才有根基，对吧？另外一个从本身的创业这个路径的商业变化，比方说他要到上市，到大规模的或者是收并购退出，这个其实我们过去的那些公司也还没有完全的到达就是这种程度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在更大维度上去形成这个商业闭环。这个就是为什么一直还是想去，就3个原因：创业是最直接的，影响这个社会的方式；然后第二个，想在更大的商业的这个维度上去形成闭环，然后最后的话，如果能够可能性成功的话，在未来能够在整个的社会层面，在我们这个华人族裔这个层面上有更大的回馈或者是帮助，我觉得是这几个原因说，哎，还去坚持，非常棒。你最后这个原因是不是来美国之后愈发强烈的一个？对。因为现在就是大家感受都很明确嘛，对吧？因为这个割裂感越来越强，要特别的自信。因为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大家都觉得白人是主流，我们华人也是主流，对吧？就一定程度上我们也是主流，但是我们又不是主流。然后不是主流，就是说，因为随着中国的强大，那我们是移民，但是我们是中国移民，然后中国移民就是一个特殊的移民，对吧？那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事情可能我们会有被限制啊，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把事情做好，这件事情本身然后对美国，因为我们在美国这个环境，我们也要考虑美国的商业环境、人文环境等等这些东西，能够对美国创造价值，我觉得也不会有任何的问题。那你觉得好多 AI 方块他们不敢破圈，不敢破华人圈，去走向那个所谓白人圈，你觉得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文化不自信吗？我觉得很多人不太愿意接受被拒绝。就被拒绝这件事情，很多人可以觉得说，哎，我们华人沟通起来肯定在文化上更容易，然后另外一个可能更有关系，对吧？更容易说服，这个是毫无疑问。我觉得可能就是接受拒绝这件事情。对，那我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我自己这个点上我感受还是很深的，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跟白人去聊，比方说，特别像我这种没有在美国上过学的人，然后你的英文肯定就是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啊。那你可能特别想表达好自己，但是你表达的可能就是不清楚，对吧？或者说没有达到你期待的那个样子，你可能就会怀疑是因为我的表达不够好，所以没有获得巴拉巴拉一堆的东西，还是因为说本身可能产品就不符合人的要求或者怎么样，anyway 就是有很多，那这种带来的这种拒绝的时候，肯定就更远。那另外一个，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被歧视嘛，因为我们可能对文化的了解不够呀，然后可能造成就说我们这种相处的方式跟别人去沟通的这种方式未必是对方舒服的，可能我不知道，对吧？那这种情况可能也会有，但我觉得在商业上其实整体就还好，其实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就在商业上所有的创业的人或者说对接这些人，大家其实都能够就是包容性还是非常强的，对方有需求，我们有解决方案。大家其实要找到一个 balance， 对吧？找到一个平衡，大概这个。所以像现在的话，再说回语言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虽然我的英文依然不好，但是其实在很多的时候，我觉得也无所谓，什么口音啊、语法呀，甚至时态都不重要，大不了再说一遍。对，特别好。对，所以当你有这种就是有这种心态了之后，你接受被拒绝，接受再来一遍的这种心态，我觉得可能对很多事情可能就迎刃而解了。对，我过往的经验是在来硅谷之前，我认为英语说的好与不好，尤其口音非常重要。就当时我是这样理解的。然后在我在斯坦福上了学之后，毕业之后，我的认知就发生了
完全的颠覆性改变。课堂上你会发现，大家口音来自世界各地，对包括给你教学的博士、导师，他们在斯坦福已经深耕了快30年，他依然操着非常浓重的东欧口音，而且他可能经常他说话时候你确实会有口音听不懂，对，但是不影响他讲的就是知识，你就是要接受，而且没有人会歧视他，对吧？对，你像印度人口音更重，我们是真的听不懂，有的就当地 native speaker 他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是印度人的自信啊，连川普都听不懂。是的，是的。对。然后我还想问一个，就是说你是否觉得能够接受被拒绝是一个 founder 历练的必修的一个技能？对啊，其实我觉得创始人最大的能力，特质之一就是要具备韧性。resilience。对，resilience。然后韧性其实特别特别的重要。我觉得韧性表现出来的最直接的就脸皮厚啊，有钝感，对钝感强一点。对，钝感强一点。对你要脸皮厚，脸皮厚其实就是说很多事情你可以顿挫感更强一点，不需要那么敏感或者那么玻璃心。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重要，但这个事情呢，就是好说不容易做。你真正在那些特别重要的 moment 的时候，一些事情面前的时候，因为你太想要那个结果了，那个时候难免是要就是要激进一点，或者说可能更敏感一些啊。这个是很正常，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锻炼和磨练的啊。但是韧性这件事情还是非常重要。那韧性其实背后就是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在接受拒绝这件事情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过去这个5次创业对你这个韧性的历练是不是也挺重要的？我们在过去做外卖平台的时候，基本上每天都会被拒绝啊。被谁拒绝？客户啊，被客户拒绝，我就不用你的平台，我用 Uber Eats 对啊，我去签餐了厅的时候，对，然后你签不掉，不用啊，各种原因，对吧？他就会来给你讲啊。价格太贵了啊！你们服务不好啊，什么anyway就一大堆，对吧？可能他跟你道听途说的，但他对，但他就是那样一个状态，然后他就是不愿意。你们也那又怎么样？没关系啊，下次再来嘛。对，下次再来。他真的会改变吗？会，其实有很多客户还是会改变。你不断的跟他聊，当你要准备，对吧？你每次去跟他聊，要把你的优势讲清楚，然后你对他的帮助什么的这些东西，可能那些 proposal 都给他弄好，他还是会的。他很多时候就那我就试试嘛。你第一次创业是什么时候？因为我看到媒体故事说你第一次创业是在大学卖被子，是吗？哦，对，在大学的时候创业过，然后全职创业是2022年，就完全的辞职之后全职创业。对，在大学是的，大学是我跟我3个大学室友。当年还挺有意思的。当年我在学生会做主席，完了之后呢，那年的我要迎新。接待新生的这个工作，所以我就觉得我这个近水楼台，对吧？我有这个客户用户资源了，对吧？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想勤工俭学，做一些创业的，所以我就拉着我3个室友，然后我们就去批发这个被子。虽然这个事情很小，但其实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天时地利人和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们学校是第一次开始允许学生从自己家带被子，之前都是不允许从家带被子，你就只能从后勤集团来买。是那样。然后从家带被子这件事情，那就开了个口子，这个口子学校也分不清楚你是不是从家带的，对吧？那他就可以从外边买。那我觉得那这就是商机，这个对我们勤工俭学来说就是商机，所以就拉着我们3个这个室友去搞这个，我们就去批发，对吧？到批发市场去批发。然后批发呢，我还是很良心的，就是我后来发现知道说有很多学长他们在卖的时候只图便宜，就是那个被子它很便宜，它可能是黑心棉，知道对吧？然后他可能不是故意坑你，但因为他在成本上控制，然后他想赚得多，那我们都采购那种质量特别好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当时我发现说，其实那个时候入学的时候90月份还是挺热的，大还盖不了被子。然后我后来为了增加这个销售，所以还特意挑了一条毯子，那种线毯，对吧？其实可以，因为有那个电扇，然后到了下半夜会比较凉，然后你就可以遮一下那种，对。然后就这个，然后我们就把这个作为卖点，然后我呢在前面迎新，对吧？然后来了之后，对，都要到我这儿，我就会去判断说哪一个同学可能是我们的 potential customer， 对。然后呢，我3个室友站旁边跟小狼一样等着，对吧？然后我觉得 OK， 然后我就喊他过来，比如说李现你过来，然后这个你把他送去这个领被子，对，帮他去走那个学校的流程，因为要到哪些地方交费啊，什么什么，然后把他送到宿舍去注册。在这个过程当中，对，那这个就我们有默契嘛，然后你可能就带着他们，比方说，去在这个过程中开始给他们销售。那很多的时候，父母呢就会觉得，你看这个孩子，人家上大学都还在做勤工俭学啊什么的，然后看一下这个被子的质量不错，那就买一套，也不是很贵，那就买一套。对，就这样。但是我们也送货上门，对吧？也把被子送货上门去。这些商业嗅觉你是不是天生的？你觉得天生就具有吗？比方像这个项目，就确实也没有费那么大的力。我记得印象很深，当时学校不让小货车进去。然后他门卫会其实后勤集团还是会拦，不让门卫进去。我们就在学校的门口租了一个小旅店。
我们就把被子都落在里边，然后留一个室友在那儿晚上看着，怕丢了嘛，然后在那儿看着，然后当然有同学要了之后，我们就过去，然后给他拎到宿舍去就这样，就是回到你的问题上来，就是我也确实没有觉得说，哎，想到这些问题它有多大的压力，对，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说，创业可能还是有天赋在的。那你觉得就是准备 all in Trini，是因为你做了很多的数据的研究，背后的做了很多工作之后做了一个理性的判断，还是说你是商业嗅觉决定，我觉得这事儿可干，而且能够挣钱？这两个都有。然后从市场层面，它肯定宠物行业的发展啊，然后这个市场空间，对吧？它包含这个行业的 innovation 程度不够啊，等等这些，它都有这个空白点，然后还是有很多机会的。但另外一个层面也确实是，其实今天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说，哎，我们从外卖平台跳进了这个 AI 应用，对吧？对这个领域上来，其实任何的技术的背后都要去解决现实的问题。然后那个问题很多时候都来自于用户，来自于那个场景，这些是可能大家看不见的。我从2016年左右，16年、17年其实就看，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国内创业，我之前做 O2，本地生活服务平台这个方向，那我觉得那个战场结束了。然后其实就会去看很多新的说，新的经济发展的这些趋势啊，或者什么的。然后那个时候就看很多这个人口结构变化的，你比方说看日本、看东亚，对吧？像日本、韩国，然后北美，然后看美国什么欧洲，然后那看他们生活富起来了之后，再什么样去消费。所以你看，你会发现说，韩国、日本的宠物收养程度也很高，然后欲望在变低，所以他们的二次元，对吧？亚文化就会很盛行。但是在北美你会发现，没有出现亚文化盛行，但是宠物行业特别盛行，就是这种非常的 solid 的。那美国有1520亿美金的市场规模，销售每年的宠物消费，宠物消费，对，非常非常大。哪年？这个数据是到2025年，2025年，对，那国内大概450亿美金，3000亿人民币，对吧？它有很多不同，但是你都会发现说，无论是二次元还是宠物，然后底层的逻辑是去除孤单感，然后要有这种幸福感提升，要有这种安全感、温暖的这种东西，对吧？我觉得这个跟很大的环境也有关系。像亚洲的话，因为我们的居住面积它都很拥挤，对吧？在城市里边，它可能不是很容易。那纵然如此，但是日本、韩国的宠物经济也是非常发达的嘛。但是在美国就特别的典型，因为户外的空间太大，所以我觉得有宠物陪伴出去，因为有人烟稀少，对吧？这个我们都能感受到。然后你在外边的时候，那我有个宠物陪伴就会，所以这种生命感的这种陪伴就会特别的重要，它也发展的特别的快那另外我们再去看说，东亚在过去这些年里边的生育率一直在下降。美国也是，对吧？它就一直在下降。它下降了之后呢，收养宠物的这种原动力，对，然后它就会更强。然后呢，跟它说话呀、沟通啊、对情感的了解、健康的管理啊等等的，它其实就完全对标人。但是你会发现说，在这个行业里边，很多东西还没有，无论从技术产品角度，它都没有达到人的这种程度。这是在过去我在说，想找新的方向，或者是去看这种季代变化人群的季代变化的时候带来的。所谓的机会，但是背后其实有很多的数据、数字，对吧？市场的都可以来印证。但最直接的体感就是在做完平台的时候，你知道吧？我们会发现很多的女生会找我们的司机代买狗粮那就很直接的一个感受。那最后就去做这个市场调研的时候就会发现说，用户在这个方向上有非常大的这个需求。那我就说，我们其实不是那种非常典型的说，我们因为有非常强的技术，我是一个非常牛的工程师，然后我来做这么一个应用。我们其实恰恰是反过来，我们是先知道这个场景用户的需求这些痛点，然后我们想用什么样的技术来解决当然我们现在的技术也很强，但是就是说还是一个倒过来的，先发现问题，再应用技术去解决这个大问题，最后再改变这个行业的发展，对吧？对，我觉得我们这个之所以能够很快速的爆发，其实很大程度上，我觉得就是过去就是当时的调研还是有很大的作用的。当时的调研可能不一定说服所有人，但是说服我自己，对吧？这个很重要，对，让你自己先信。对，我相信，然后我觉得就是这种虚拟的情感，或者是这种跟动物之间的这种所谓的沟通，这种表现出来这种东西，它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幸福。我需要有一种具象化的工具也好，或者什么也好，然后能够帮用户去解决这个问题，只是过去没有而已然后现在我觉得就是过去这些年用户在这个方面的需求然后他因为我们这个产品激发出来，他本来就有只是没人做而已。Trini 在成立之初的时候，那时候那个 ChatGPT 还没出来嘛，可能还没有连入 AI 这个板块。当初 Trini 在成立的时候，它其实是在做宠物训练，是吗？还是？对，我们在具体的产品形态上，我们有一部分是行为约束，会帮提供解决方案给用户，让他去训练他的
狗狗。当我们其实是一个社区制的，那社区里边用户也可以跟其他的用户去交流，跟其他的宠物行为专家去交流。那后来你是怎么想到，就是说应用 AI 这个板块，实时呈现这个宠物跟主人之间的这个情感的交流？我们其实这个事情一直都想做，但是当时的技术因为做不到嘛。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做过很长一段时间，那个用手机的摄像头来捕捉那个狗狗的状态识别，然后如果它在训练的时候，我们要给它很多的指导，这个指导可能是就语言上要能够去交互。我们会发现说，哎，做这些模型的时候，有很多的地方它达不到你的预期。当ChatGPT发了的时候，我们发现哇，这个对吧，就是非常的相得益彰。然后我们讲说，那这个就是对我们特别大的帮助。但是在中间我们实事求是的说，在中间23年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想着说要训练模型，因为那个时候对模型的成本啊、理解这些东西，都还是不是特别的充分。那我们那个时候做的还是 prompt engineering，就是来增强大模型。我们也做了小1年的，就是这个提示词的这个优化的这个方向。完了之后，我们实际上就是对模型所有的这些都了解的特别清楚了之后，包含人才储备。那个时候现在的 co-founder， 然后找他加入，因为我要做这个了，就开始找这方面的人。然后进来了之后，然后我们就确定说，那我们在24年初就要训练这个模型了。就是我们在24年的5月份最终确认了说要训练一个多模态的一个小模型。但是在那之前，其实23年。其实跟很多的像 Gemini 的一些科学家，我们在聊的时候，就会发现说，那时候有小部分的科学家已经在提倡说，高质量的数据、小规模的高质量的数据，特别是多模态的，是可以训练出优质的模型的。但是那时候不是共识。今天现在小模型大家都已经形成共识了，不是共识。但是我其实是非常 buy in 的。那另外一个层面呢，是我有一个天使投资人，然后是 Palo Alto Networks 的 co-founder 嘛，然后我们那时候经常聊怎么样。去解决。那时候我们也聊 AI 怎么用，对吧？我们特别的相信，就是说 AI 应用一定会率先在垂直领域爆发。然后呢，怎么样去形成数据飞轮，再形成数据资产，再形成商业模式和商业壁垒，就这个特别的关键。所以怎么样形成数据，就是这个数据飞轮这个事情上就特别重要，我们就探讨很多所以那个时候就这2个事情，我们都相信说那就 OK 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最后训练模型开始系统性的来帮用户解决问题。成为一个稍微技术层面一点的问题，就是你们自己的系统Peppy 这个系统是吧？它要同时处理这个多模态啊，就是声音啊、表情啊、肢体啊这个3路的信号。那犬类的信息密度可能是这个低于人类的语言，对吧？它意味着可能你每一个捕捉到的犬类的信号都很珍贵，但是也是容易存在误判的。那在这个多模态的融合上，你们是不是也会有过卡点？最终你们是怎么解决的？我觉得首先，在市面上很多的自媒体对我们的报道其实是不够准确的，不够准确。对，是，当然我们也没有办法控制它，对吧？就是确实是不够准确。正好在我们这儿可以证明一下。对，很多人觉得就是因为自媒体宣传我们是狗语翻译，对吧？那如果你从狗语翻译的话，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除了人的语言之外能称之为语言，它也是会表达信息，但是它肯定达不到人的这种程度因为这个智慧程度它也达不到。所以我们官方上从来我们不称之为我们叫狗语翻译，对吧？我们都知道宠物行为、情感翻译健康的这个翻译。我们做的事情实际上是要把宠物的所有的表达都人类语言化，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实现互动，然后对它的情绪、健康、行为这个的理解，然后进一步引发注意和监测，对吧？这个是我们想最终实现的事情。那我们也确实在狗的叫声这个方向上去做一定程度上的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去做它的破解意义的这个破解。但是就是我觉得我们要尊重科学，就它确实是不会达到特别丰富的这种语言的程度，但是它表达出来的这个信息和这个语言，其实我们可以做一定程度上的扩展，能够满足用户和他的狗狗之间的沟通交流的这个需求。这个其实还是有科学的。对，我们现在也用了200多万只狗狗的数据，然后900多篇参考了900多篇论文，是有很深的这个专业基础在的。然后你这个问题上，除了说这是我们的技术路线嘛，那即便是用多模态，然后是做行为情感这个方面的分析，我们也会面临着你刚才说的，就是品种，我们在很多维度上，品种、地域性、年龄等等，它都会影响着这个模型，然后外部环境、人的语言然后在什么这个自然环境当中有没有其他的声音或者其他的东西干扰它、影响它，它都会有行为表现。我们会发现，比方像教育，就对狗狗的，为什么我们做 training 这个，我们现在也有，对吧？就 training 这个事情对狗狗的行为是有巨大的影响。就跟小孩子一样，你教育过了他是会懂这个东西，你没有教育过他就不懂。而
科学家也研究发现，就是狗狗其实有自我学习进化的这个能力的，它是在我们日常沟通过程中，然后它就会不断的偷学，它是有的啊。那这些东西都会影响着我们。其实 training 这个做的这个方向听起来简单，真正做起来会非常的难。就一个是品种，就狗狗本身的这个品种上的这些问题，那另外一个就是还有技术上的，比方说记忆呀。然后长上下文等等这些，因为你是一个模型，对吧？这个模型代表着狗狗，然后你要呈现出这种效果，还有什么原理在对话的时候有没有延时啊，然后那个调调啊，跟你说话等等这些东西，然后都会影响的。所以你当把很多的东西都揉到一块儿的时候，这个难度就是指数型的上升。那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第一呢，就是我们跟科学家合作。所以保证我们的数据标注是专业的，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我们在语言选择上，我们先做英文。那英文因为是可以覆盖多数的这个用户，那讲英文的时候，狗狗的反应啊什么，它其实相似性还是非常高的。然后第三是我们自己也有一个叫7+3，7+3就是70%是共性的，30%是个性的，所以我们先做那些共性的狗狗共性的这些。当然从宠物主的角度，他肯定是觉得他家的狗是非常的 special 的，所以非常对最特别的。但是对，那是用户的期待，所以但是很多时候它有很多的共性，所以70%共性。然后在那个基础上，随着我们对用户的数据的积累，对他的狗狗不断的了解认识，我们再加30%去呈现它的个性化。那这样的话就可以非常好的融合，就是不同的犬种啊。然后它的脾气秉性然后以及用户的期待在产品上会有很大的呈现。那最后，那现在你开始通向这个硬件之路了嘛，对吧？因为其实这个是很多创始人不敢去做的一件事情。所以你为什么决定在这个节点上，尤其 CES 黄教主说了，下一个2026年嘛 ，Physical AI， 这个时候正好你推出了Central项圈，然后你是怎么设计的？然后如何你认为自己能够做到这件事情？Physical AI 这事情肯定是巧合。对于我们自己的话，我觉得就是公司战略性的事情。要做那些难而正确的事儿，就必须得做。这个虽然很难，我们选择做硬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增强用户体验。然后我们其实在软件上也经历了2步嘛。第一步呢，就是用户可以录，然后传上来翻译。它更像一个就是工具感更强。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基于这个，我们发现它的这种实时性不好，所以我们在25年的时候就开始训练了一个实时模型。所以你用 app， 然后你对着狗狗也可以实时的去对话。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发现一个问题，就狗狗会跑来跑去的。你拿这个手机追狗，这个看起来也很傻，对吧？所以当然这个对我们做硬件都是基础。然后我们后来发现说，那如果狗狗身上有一个穿戴设备。然后这个好处是什么呢？首先你不再需要依赖于人要拿厚的一个手机，对吧？然后去。第二个呢，这个声音是从狗狗那一端发过来的，你会觉得是狗狗在跟你说，至少从物理感上是这样的。然后第三，你会发现你会拿到更多的数据，会对你模型的强化有更大的帮助有等等。那其实我们就是刚才讲的，就是我们为了让用户只靠嘴就可以跟他去交互。最后去做硬件，但这个过程其实也没有想象中的。虽然现在做了，大家只看到结果嘛。过程中，其实我们在24年的时候是找了很多合作伙伴，然后想找一些合作伙伴来跟我们一块儿做的，也接触过很多，但最终都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因为我觉得一个新的品类。然后你要做一个新的品类，里边要投入很多的技术、品牌硬件、产品就等等市场，对吧？有好多要去投入。不合适是因为他们不能够提供你想要的，或者不能把你这个。我其实觉得大家理念不太一样，对啊，因为我们希望做一个品类的开创者，做品牌，然后长线上去。那可能很多的合作伙伴可能觉得这个是一个机会能赚钱这个错位感还是挺强的当然他们的期待没毛病，只是跟我们自己的理念不太契合，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自己做。这就为什么就说最后就这有2步，对吧？最后选择自己做，一个是选择为什么要做硬件，是为了强化用户的体验；第二步为什么要自己做硬件，是因为没有合作伙伴，所以这里边可能有更多的风险，那要自己来承担，自己来去做。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硬件这件事情，虽然我们不是做硬件出身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对硬件并不，至少我自己对硬件其实不陌生。15年创业的时候就已经做过一小段那种美容的那种硬件产品，仪器，对，我们有做过一小段时间，所以也不是特别陌生。那另外一个，确实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做硬件的这个创业，所以对这个硬件里边是怎么样去运转的，这个也是了解的，就我也很多的储备。那另外呢，为了做硬件这件事情，比方说我们
有小米的联创，然后来做我们的天使投资人，对吧？然后我自己因为这里边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说做硬件要有3000万人民币的入门费，你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这有一个入门费是交给谁的？就是砸在这个领域里面，对，砸在你的研发要产品出来，对吧？到量产的这样一个阶段上。为此呢，为什么融那个地方也是有一定程度上要为这个去做 backup，要做这个的。所以当时也是充分考虑了这些因素，然后这就是为什么最后要做硬件。这轮新的投资人支持你用支票来支持你这个行为，其实也是看好了，就是 Training AI 走向这个穿戴这方面的未来，对不对？对，我觉得大家可能就对硬件这个，一个是我们供应链在中国，对吧？确实我们有这个地理优势这个有这个资源优势。那另外一个呢，大家觉得就是说，有一个物理上的产品形态。摸得着、看得见，这个更直接，可信度更高。对，确实，在小红书上，就是 CES 放出来，咱们开始做硬件这个消息，小红书上哇太火爆了，对，大家都说这个在哪能下单，我能看到的。对，现在已经是可以就是开放购买了，对吧？没有，我们现在还是在预购嘛，预购阶段，对，预售阶段。到时候那个记忆放在哪呢？就是要做端侧记忆吗？还是放到云端啊？我们是用端云一体的一个方案，对，都会有。那还挺好的，既能保证一个就是像你说的7+3，一个是保证通用性，还有一个保证你的个性化。我想再问一个来自于比较外部挑战的问题哈，对，因为身在硅谷嘛，你也知道 people talk， 就是关于在狗语翻译这件事情上，就是很多人还是存疑的。包括1年前我刚来硅谷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已经认识了，是很好朋友，但是我还会听到一些其他的一些不太好的声音。你自己是如何面对这些声音的？你如何帮助自己这个提高你的钝感力？我实事求是的说，我确实第一次听到，我自己没有听到，也有可能人家刻意回避了我，对吧？我前面已经讲过了，就是说狗语翻译这件事情，确实就是因为狗的叫声传递的信息是有限的，我们用的技术路线和我们做的，我就说这个被媒体玩坏了，对吧？然后媒体它是那么样。宣传的对，但是我们也是确实做了狗的叫声的翻译，一部分人的语言翻译成叫声这件事情，我们也确实做了，但它确实不能把所有的都翻译掉这个就是科学人也是在的，但是这个不是说这个方向就是它不存在需求不能做，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做，比如行为、情感这些东西，它的意图。他的心理状态等等健康这些东西，我就讲它都可以人类语言化。你有更好的技术方法。我们其实从第一天开始，自从做模型开始，就是做多模态的模型。我觉得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就是人更愿意相信媒体，他先看见了那个，他先入为主啊什么的。很多人我觉得可能都没有跟我聊过，他都不知道我们用什么技术路线。他肯定没跟你聊过。对啊，那这样的话他就道听途说。应该是对，这个很正常。那另外一个呢，我实事求是，即便他跟我聊，我可能也不会告诉他我们具体的那个技术上是怎么样做的，对吧？因为我也没有义务告诉他，然后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我觉得就是正常吧，就是我其实倒是也没有觉着特别的诧异或者什么样，因为很多事情都是要从未来回过了头去看的时候当时怎么样。另外一个从市场上来看，做 AI 的这些科学家投资我们。然后他们不懂技术路线嘛？他投你的时候，他难道不去想？他不做任何的调研吗？不可能的，对吧？他给你钱之前，他一定是会做这些的。那难道他们就不知道风险？他们就很秀逗，就不知道，对吧？然后他就纯粹因为单纯相信你，因为很多投资我们的人，我跟他也没有交情啊，也都是陌生人啊，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我觉得就是几件事情嘛。第一个就是技术路线它通不通，看它多模态通。第二，科学性有没有？有，我刚才讲了，我们已经用了900多篇论文了。就美国的大学很多的动物行为专家都是做过大量的研究，上是有这个文章发布的，对吧？那些东西你怎么样把这些东西用起来，那是我们的事情。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数据，这个行业确实没有数据，那我们是想着各种的办法。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形成用户的数据飞轮了，但在之前的时候，我们也通过我们自己的社区，然后包含外部整理等等，我们也是就弄了非常非常多的数据，然后最后。搞了这些数据之后，我们才有了第一步，有了第一步才能形成数据飞轮，对吧？那现在起来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很好的已经能够，我觉得能够解释这个问题，说明这个问题。那最后一点，我其实觉得从行业上有很多的这些科技公司然后宠物行业的很多的公司来找我们合作，那也足以说明这个合作的背后，你会发现说，其实有很多的宠物行业的公司，他们也在做，很多的宠物行为的科学家什么的，在非常多的场合都公开在讲 AI 加 Animal is possible。对吧？就它可以去做很多的东西只是过去没人做，所以你做一个新的品类的开创者的时候，你一定也是会被挑战、被 challenge、被质疑。是的，我觉得这都很正常。对，所以屏蔽这些噪音很重要。想吃到螃蟹的美味，就得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嘛，对吧？没吃过螃蟹的人就觉得那玩意儿有毒。其实我觉得就是对这个行业，但凡如果深入了解一点，你会发现在25年的大概4、5月份的时候，谷歌也发了一个
这样，它是给那个海豚，也发了一个动物的模型，就类似这种海豚的语言的翻译的这样的一个模型，然后那是一个大学实验室捐的这个数据给他们，你会发现说，那这个是那谷歌全世界的他也要玩这种假的吗？不至于吧？那主要就是没有数据，对吧？那这个数据是因为大学实验室捐的，所以他们有它已经破译掉了。我们往回看5年的话，但大众也不能理解 OpenAI 当时在干什么。伟大企业家都是可能在为人类下一个10年在铺路。我觉得都不用看5年前，甚至说2年前，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Anthropic 在做什么吧？确实，所以导致了很多投资人都错失了 Anthropic，对吧？你反复的提2个字，数据。是不是就是对于 Trini 来说，数据是真正的护城河？因为其实现在 AI 的现在模型嘛，这个迭代是以周的时间来计，对吧？迭代太快了，那可能一个普通人或者说一个小公司随便的搭一个 agent 出来，然后很售卖，这也不是难事了。现在对，那对于 Trini AI 来说，什么是你的护城河？你反复提到数据，所以我在想，是否数据在这方面占很重要的一个比例？热爱是我们的护城河，热爱就是对今天事情的信念感，有一种使命感和信念感。对，我们很多时候，你看，我很少讲行业，就是比方说市场规模有多大呀什么的，那是就很多时候融资的时候，投资人要听。但是其实你看，在很多的分享，我都很少讲这个，就是我不太 care 那个市场它本身的机遇感。我从人性的角度去出发，就是我们对情感的这种需求理解、陪伴啊，然后对健康监测等等这些，他的需求在不在？他在，然后你能不能帮他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那个是我们更关心的，那是我们的 passion 所在。如果这些都解决了，你觉得赚钱它还是个问题吗？赚钱不是个问题，公司的未来退出啊什么，它是问题吗？它就不是问题了吗？所以那你在这个过程中，你说什么叫护城河？我真觉得热爱是护城河，因为热会在你很多的节点上遇到难的那些问题的时候，那些 bullshit 的事情的时候，你都可以屏蔽它，对，听不见，对，听不见，然后你继续往前去走。我们到今天，虽然我们现在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实际上你回过去，我们不过也就3年半的时间，那我们在过去的可能2年半的时间里边，都是不被看好的呀。那原来融资也没有那么容易啊，不是今天想象，今天大家看到我们融了5000万人，5000多万，那过去我们没有融到的时候，大家看不见呀，对吧？我从很多的投资人，很多时候那个时候讲的，现在很多都现在都开始恭喜我怎么样，觉得怎么样？对啊，那是因为你坚持，你相信过来的。我前2年我1分钱工资都没有的时候，是 who cares， 对吧？没有人 care 啊。所以那你说什么叫护城河？那个时候我也不觉得技术是我们的护城河，我也不觉得数据是我们的护城河。所以从几个维度吧，一个呢是从技术角度，我觉得多模态这个技术还是很难的，然后这个多模态的技术用在这个具体的产品上还是很难的，然后你要把它做好，这个还是很难的。所以这是第一条护城河。第二条护城河就是从产品上来讲，然后这个品牌性，然后你的执行能力，这个也是护城河。然后系统性上来讲，数据它会成为未来的更大的这个护城河，因为你在这个方向上，你把所有的狗狗的行为、情感、健康所有的数据你都集中到一块儿，然后它确实是一个护城河，那也是我们未来的商业模式。我们最终其实想走向一个就是宠物行为、情感、健康这样的一个数据平台的公司现在我们做的软件、硬件、模型，这些都是为了强化用户体验以及抓取数据的手段你可以这样理解。所以从系统性上来讲，数据肯定是我们的这个。但是我觉得创业永远的技术永远比你好的，对吧？然后产品永远有比你做的好的，就是我不计成本的去，我花很多钱，总是也可以搞定的，对吧？那从这个角度上，哪个是呢？那你在当下那个环境当中的时候，你做了那个选择，然后你只要比跟你一块起跑的人这个跑得快那跑得快，克服困难多，那你就是胜利者。那这个过程中，我觉得热爱还是会非常非常重要。早期团队也4个人嘛，你刚才也讲了，早期都没有工资法。那你跟你的团队都是抱有深深的热爱，且相信这件事情能够做成，且值得做，所以才一起走到今天的吗？还是说我们 Arvin 就是团队管理能力特别强，老板会画大饼？没有，我们团队也有人离开呀，对吧？也有人离开，也不是说没有人离开。但是我自己还是非常热爱相信的。那2年里边我就花我自己的积蓄嘛。甚至融了钱的时候，我自己在生活也是花自己的积蓄，因为我也不从公司拿钱。严格来说，我们也还算是幸运，因为从 PPT 开始就有30万美金的融资，但是那个就保证公司的基本的运营。对，30万美金一个，对啊，一个工程师找不到。对呀，别说工程师了，来一普通的员工也很难。现在这个物价是的，对。然后当时你跟我讲说，Lydia，我们其实可以人再去硅谷，但是心态逃出硅谷。我觉得这个表达特别聪明。然后现在我想问你，就是你的心态有做到逃出硅谷吗？包括我们应该如何像你一样做到这个心态逃出硅谷？其实逃出硅谷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要放弃物理环境上造成的无效内卷吧。因为我们在这个硅谷这个环境里边，我们身边太多聪明人和优秀的人了，然后这种混合出来的这个状态，就是会给我们无形的会带来很多的
影响，这种影响有正面的有负面的，对吧？然后身边谁，你看我们身边很多朋友，我们共同认识都可能融资了，然后融很多钱，公司又卖了，对吧？就是天天每天都在发生着。你说完全不受这个影响，其实不太可能的。就你总觉得说啊，别人能做我也能做，其实也未必是我们。所以从这个心态上，就从这个角度上，我觉得从心态上我们要考虑，就是说怎么样可以保证纯粹性更高一点。那你这个纯粹性更高一点的时候，其实要把自己跳出这个物理环境上，对吧？心态上要出去。纯粹性更高一点是指什么？纯粹性更高一点，就是单纯的做这件事情上，就很多的 focus 对，一是你做的这个事情的纯粹性要高，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对很多的物质上的追求的那种纯粹性也要更高一点，不要总是眼睛里边只奔着我要上市，我要赚钱，我要除了赚钱就我们说就没有别的了，对吧？生活中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然后我就说硅谷是硅谷，美国是美国，你会发现，然后你离开了硅谷之后，你到别的城市去看，你会发现很多人不知道 AI 啊什么，他也过得很 chill， 对吧？然后他也很好，对，我们还有很多的热爱的东西，自己的兴趣爱好，那些东西我们都还是要去追求。那不能因为说我们在硅谷身边的人都在往死里的卷，然后我们就卷。那你回头卷完了之后，你会发现，除了一个伤痕累累、不太健康的身体，然后你可能又没赚到钱的时候，那你可能就会想，我的意义在哪，对吧？很多事情并不是因为无效的内卷，然后那个结果它会发生，其实不是。你心态平和一点，很多的纯粹一点，这种纯粹就是说不要过度的追求超越自己能力，至少当下这个阶段能力的那些东西，对吧？你要方向对，然后慢一点。别人可能一天跑10步，我一天跑5步，但我慢一点，但我往前走，对吧？别人公司可能100亿估值 ，OK， 我公司10亿估值，那又怎么样呢？物理上我们没办法，因为你创业这确实效率高，人才资源密度都很厚，对吧？要更深厚一些，那要在这儿。但是你精神上心理上其实是可以跳出的。这个跳出是说跳出硅谷，你不一定去纽约，纽约也很贵，没好到哪里去，甚至更贵。对，就要保持这种纯粹性。在美国其他城市的这些华人，他们在创业的时候，面对的是跟在硅谷这个华人创业是同一种规则吗？文化还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风格也非常非常不一样，然后行业也不一样。然后硅谷呢都是科技驱动，至少是产品驱动，对吧？然后在很多其他的城市，可能还是比方说一定程度还有商业模式的驱动，对吧？就是这样的还是不一样。然后我觉得行业其实影响还挺大的，至少比方在洛杉矶，我觉得很多华人在洛杉矶的都是做电商然后比方像直播艺术类的然后娱乐类的娱乐，然后生活类的，对吧？生活服务类的这样的。然后你到了硅谷，那硅谷的大家基本上这些都不怎么做，对吧？然后更多的都是做科技性的，特别是原创性的以及品类开创性的，都更愿意吧这样做。然后那你的文化人才这个结构就不一样，大家聊的话题沟通的方式也不一样。对吧？在其他的城市，可能就是你不需要融资，对吧？因为你做那个东西，可能就是用很少的钱，它就能赚钱，翘起来，对，它就可以起来。你不需要很多的这个研发的投入，那你不需要融资的话，那还接触投资人干嘛？那可能也不需要，对吧？那他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方式。但是回过头来看，其实我觉得也有共性的地方。这个很大的一个共性在于说，你创业最终还是用一个商业手段去解决一个社会问题。那这种时候能不能解决用户或者这个行业的问题？那个还是非常关键的。你一旦要融资，你还是要讲你的商业模式。人才结构，然后商业壁垒等等这些东西也是一样的。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因为你也知道，就是说沙丘路上美国67%的这个投资都发生在那儿，对吧？那从融资的这个角度上的话，那这硅谷肯定是效率更高。但如果不需要融资，就说那你在其他的城市可能会更好，它没有这么多元的文化，可能就是文化也更纯粹一点，然后节奏也更慢一点，然后生活成本也更低一点。它可能也是生活指数反而可能不比硅谷差呀。生活指数说不定还更高。对，是的。对。那作为一个连续创业者，然后现在你有机会成长为一个新的品类的一个企业家，那你觉得决定性的这种变量是天赋，还是资源，还是后天你通过历练生长出了一些新的技能点？我觉得这是一个综合的确实不是单一维度上的。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天赋型选手，而且我也没有一出生就在罗马。这种对吧？我很大程度上，我觉得我老婆有很多的时候经常跟我讲，就是说你要是能够成功，其实很多时候证明着很多人都能够成功。就在硅谷这个环境里边，我呢因为在国内上的大学，然后一个普通的2本院校，对吧？然后我在之前没有来过美国，我也没来美国做科研，我也没来美国做留学，也没有在大厂上班。对吧？然后我的优势在于，就是说我在中国的移动互联网时代那一波里边创业了，我有很深的一手的下手实践的
这个经验和体感，我对很多的自己就是说所谓的天赋上一些东西，就是说那些商业认知上的一些东西，我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一些实践的机会，那一定程度知道自己的擅长在哪，然后我到美国来，其实还是很大程度上也在开始的时候延续了原来自己的那个职业路径，对吧？创业的那个历程、职业路径，所以来美国之后一直在做这个外卖平台，这些东西都会很好的帮助我，然后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商业环境当中扎根立足啊，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其实生活上，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要特别感谢那个我老婆的，就是因为她当时跟我一块儿出来，她去做科研，所以比方像身份上，我们从一开始都不存在问题。我觉得这个对很多华人可能都是挑战，很难的。对，那这些都给了我们就是非常那个基础嘛啊，然后那剩下的其实你是骡子是马，你出来遛的时候。然后你前面讲了很多，就是关于你这个人的特质啊，然后你的对商业的理解啊，你的执行能力等等这些东西啊，在这个过程中，在后边的这些创业的过程中，都逐渐的在体现，对吧？当然现在呢，就是说行业呀，然后我们做的方向啊等等，机会性也确实是很大，所以就会让更多的人更愿意相信我们。我其实还有一个事情，我觉得在这可能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证明我们，就是我们有很多投资人第一次投的时候，他可能投的钱不多，但他可能后边更愿意追投的时候，对。再投那个是因为他知道我们是怎么样花钱的，我们怎么样去做产品的，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因为我们钱都花得很省，对吧？什么都不花。我们有个投资人经常跟我讲，我每次见他就说，我女儿花的钱都比你们公司一个月的运营成本，她生活费每个月花的都多，你告诉我你怎么样去？假的吧？对，但是你有财报，对吧？他就很正面对，所以其实我就能证明的事情，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就是还是你对这个事情的长线上是不是准备的足够充分然后愿意为未来去搏，其他的其实我觉得都可以迎刃而解。那你觉得你来硅谷这么多年，有什么东西是变了的？有什么东西是没变的？在你自己身上，有什么东西是变了的？什么东西是没变的？我觉得好问题啊！我觉得适应这个环境，比方心态上，适应这个环境还是会发生变化的。因为身边确实优秀的人越来越多，现在更清楚的知道说怎么样跟优秀的人相处，然后承认自己的短板，知道怎么样跟更优秀的人相处，以及怎么样说服他们愿意跟你成为伙伴。对，这个我觉得是进步了非常非常多的，因为就是他每天都在发生，他确实也机会太多了，对吧？你得接受，对，且这个适应，然后融入。对，另外没变的，实际上我觉得很多，这个我跟我太太经常讨论这些问题，就是我觉得做人的那些准则的一些东西，比方说我们不追求赚快钱，然后我们不做那些违法的、擦边的，对吧？就等等这些投机取巧的这些，我们要这些我们其实硅谷有很多，你也知道有很多这样的机会，对，我们依然还是不做，还是坚持就是说用技术啊，然后用产品啊，然后能够改变行业，然后驱动未来的这么一个方向上，对，要坚持自己比方真诚啊，然后务实啊，诚信啊，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没变，反而还越来越放大。优秀的本质、内在的本质都没有变的，然后外部带来的一些环境的变化，现在就是努力去适应它，且融入它。我觉得可能跟我身边，就是我们身边的这个朋友，包含比方像投资人这些给钱的、不给钱的，比如像我们这样，就是大家都很正向的时候，就是那些东西也可以非常好的正向促进你继续保持你的那些优势的地方。对，是的，是的。问几个比较私人的问题哈，Trini是你的第6次创业了，对吧？咱们说实话，如果他成功了，你是准备卖了，然后开始第7次创业吗？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就是特别未雨绸缪，而且能看得很远的人。就是你现在是否已经开始准备看下一次机会了？我可能不一定再去从0到1的这个过程再去创业，很有可能会转向做投资。对，然后去可能还是会在这个体系里边但不一定再去做从0到1的这个创业。其实这个我没有答案，我其实并没有想那么多，因为我觉得现在 Trini 都还早。也是很小的一家公司离未来的路子还很长，对，所以我觉得我第一呢，还是要着眼于当下，先把现在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做到，如果有一天我们回头可以再聊，如果做到那一天，就是如果我们能做到像 Oral Run 这种体量的时候，再来聊这个话题，我觉得可能更适合。期待3年之后，我们都换一副模样，继续聊这个话题，换一个状态。对，那你怕失败吗？Yes and no 吧，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在支持你。你说你完全的不怕失败，别人对你有很大的信任，期待，也其实要说完全的不担心，也有点假。但是你说我也没有那么过度的担心因为就是它有很多的讲的，比如说行业上一些大的科技公司找合作，用户上，然后技术手段上，它都在非常
positive 的推动往前去走，这个很难。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啪啪失败这件事情，看你给谁去交付结果。对于我自己而言，我觉得我第一不做假，第二我务实，第三我勤奋，我干这些正确的事情，即便是未来真实的做不成，我觉得大家应该也能够接受。但我觉得如果你都这么做了，天道应该有个酬勤呢。对，我觉得阿文是一个特别有责任感的人，因为很多 founder 他无所谓他失不失败的，他失败了，他可能觉得是他可能想先说服自己，他无所谓对别人有个交代，真的，很多 VC 嘛，风投嘛，对吧？你投我了，那是你的选择，我也没逼你，很多人会有这种想法。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希望 Trini 能够怎样改变这个行业的未来，或者说怎样开创一个新的行业，或者方向。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眼中人跟宠物之间最理想的最终的交互方式应该是怎样的？我觉得我们跟宠物之间肯定就是有声无声，就是通过说话的方式实现陪伴嘛。其实也并不是，但是他说话是一个手段，对吧？就我该说话的时候，我需要就是有这种声音上给我带来的这种陪伴感，我就需要，或者这种信息的传递，我就需要。然后我不需要说的时候，我就不说嘛。我不是说非得只选这种方式嘛。它其实是一个混合的。Trini 的未来，我觉得我们就希望做成一个给非人类做的这么一个情感和行为的智能层，然后这样一个情感智能，那这个智能我们在很多的地方都可以 plug in 进去，对吧？手机、车，然后硬件，然后那可能智能家居好多的地方，对，然后让宠物可以更深度的跟我们这个生活体系，通过 AI，然后连接到一块儿，它可以表达它的诉求，它的那个诉求表达的时候，由 AI 帮它真实的传递出来，然后外部的这些设施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任务的完成、情感的交互陪伴啊，这么一个生态的一个方式啊，这个是我们希望未来能够做到的。如果给刚刚入场 AI 赛道年轻人一句话建议，你会给哪句话？务实，持续学习。对你来说，真正的自由是什么？真正的自由，我有 power 去 say no。Power to say no，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勇气去 say no。我觉得就是在那些特别重大的决策的时候，你有勇气 say no。比方说，现在假设董事会说公司要卖掉，然后你其实知道说它有未来的更大的这种，也有可能有风险，然后你不卖，或者反过来，你想卖，董事会说不让卖，但你偏要卖。比方说就是这些，就在那些特别重大的决策的时候，你是不是有勇气 say no？然后那个可能对你的生活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的时候，你是不是有这个能力去 say no？ 我觉得那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未来你希望在自己的墓志铭上，我们人终有一别嘛，你希望别人怎么写你这个人？别人怎么写我这个人？对，这么快就给我整没了。好几十年呢，好几十年，大几十年来，真没想过。我先想一个，一个不曾被记得的人，也是一个不曾被遗忘的人。棒 OK， 谢谢 Arvin， 然后谢谢你今天的极度坦诚，对，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谢谢丽丽。好，棒棒的，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拜拜，辛苦了。